大家好，我是猴子哥。今天我要介绍一款2014年出产的 RG 钢弹，就是这一只啦 ，RG 刺扣克。刺扣克是少数钢弹里面造型比较像机械兽一般的外貌，它也算是一只少数没有高达脸的钢弹。虽然这只钢弹是没有武器的，但是盒子和其他 RG 钢弹大小竟然是一样的。它没有枪和炮，所以它是一只近战的钢弹。当时它的售价是2500日币，目前市场价格落在大约90块马币。相较其他同样价格的 RG， 我个人觉得这款 RG 还是算偏贵了一点，毕竟只有机体没有武器。让我们来看看盒子里面的内容物吧。目前光看塑胶表面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。盒子里面全部是有8个不同大小的板件，还有一张贴纸。因为我是宿主玩家，我还蛮期待这台钢弹宿主的表现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组装啦。好，2个脚掌完成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有组装钢弹的关系，我竟然花了将近20分钟才完成。有一些部分的洞口比较小，所以比较难装进去。待会再讲评吧。接下来是2只腿。完成，这次大概花了40多分钟完成。以宿主这样的速度还可以吗？还是有比较快的方式吗？下面留言来告诉我。接下来是头部、身体和背包这个部分，大约用了40分钟左右才完成。话说它算是有头吗？整体安装过程还行，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松脱和使用大力金刚指的问题。接下来是手部啦。最后的手和爪的部分大概用了50分钟左右才完成。最后就是贴纸啦，就完成啦。好，这就是 RG 刺扣克。从框架上把零件剪下来和组装起来，总共花了3个小时左右才完成。我知道这速度应该算慢，应该还可以再快一点。而且 RG 刺扣克是没有刀枪剑炮的，我还做这么久。刺扣克的颜色是有红色和粉红色的外装甲，然后关节部位是比较暗色的颜色来做搭配。一开始我以为整台是以红色为主，但开箱的时候我看到有粉色的零件，我感到讶异。一度会觉得成品会有颜色不搭的问题，但是现在看起来颜色搭配还不错。接下来是可动性，整体表现普普通通，在做站立的时候没有出现软脚的问题，只要有摆好站姿都没有出现不协调的问题。手臂和脚伸展范围也算是合理程度，多数的装甲和关节的零件没有出现脱落的问题。只要没有太过用力扭动都没有问题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组的 RG 正义钢弹，简直就是场面，武器和装甲松脱问题非常严重，
许多地方都要用胶水来固定住。接下来是多余的零件，万代有多附了一组手爪，但是它的利爪只有2个，所以要做替换的时候就要把另一副的手爪和利爪给交换安装，其实还蛮不方便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必要更换，因为也没有多大的差异，其余部分就没有了。RG 好像都不会多附额外的零件。接下来就是缺点啦，也就是宿主玩家比较麻烦的问题。有许多比较大的零件都比较容易发现有水波纹的问题，这一直都是大型盘件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。像手爪这一个部分，零件从框架上剪下来后都会留下汤口，关节部分的零件汤口都在塑胶侧边，所以大致上都看不到。但是装架上的汤口还算是有点多，如果剪下来的零件都没有留下汤口，我相信是宿主玩家最想要的。比较容易看到有明显的缝隙的地方就是手的这个部分，脚这里和身体这些位置了。手和脚的缝隙不大，所以观感上算还可以。但是身体这个位置就有点明显合不上的，我重新拆除再安装上去还是会有类似的情况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也有类似的情况呢？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手臂和脚臂在摆动作的时候却有点软手软脚的问题，问题来源应该就是脚和手太大，比较沉重的关系，所以比较难固定住，所以在摆动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了。贴纸的部分依照说明书只是贴完后还会有留下多余的，但是可用性应该也不高吧。普通的贴纸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肉眼近距离观看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明显大块贴纸附在装架上面，如果贴纸越大就越明显。那总结一下吧，RG刺扣克的把玩性还算不错的，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要摆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。如果里面的关节可以再紧一些，应该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了。整体宿主10分的话，我会打6.5分，因为还是会有些问题，像汤口、缝隙或软手软脚的问题。如果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，那么我相信许多宿主玩家也都会给予好评的。以上就是猴子哥不专业的开箱视频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